在埃及，最让人感觉穿越的事儿，不是那些触手可及的宏伟造物，也不是几千年不变的土黄沙金色，而当你驱车路过乡下，碰到席地吃早餐的一家人，没有任何餐具，一碟蚕豆腐，一份鲜奶酪，几块素丸子，还有取之不尽的口袋饼，这些东西他们真的从古埃及吃到了现在。本期美食指南会介绍很多款埃及传统早点，以及他们跟古埃及有怎样的联系。等一下也会有一位 Best guy in Egypt 带咱去年轻人喜欢的好店，一定要看到最后。当时我好八九好兄弟，我俩的认识纯属缘分。话说那晚我正在门头干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吃。”对，哎你太强了，你太强了！你叫师傅，你讲。用中文跟我打招呼的很多，能搭上话的这真是头一次，不愧是开罗大学的高材生。This is about 25 days. Just like holding a cat. 虽然这些可爱的小羊多少也算是塞满了我的胃，但说到早餐，没有一只会受到伤害。不算奶酪和鸡蛋的话，现代埃及早餐基本不沾荤腥，跟古埃及平民的食物很接近。那时候肉主要是法老和权贵在吃，底层人民的伙食主要以素为主，尤其是大片的小麦、大麦被他们做成花里胡哨的面包、面饼。现在满大街无处不在的 Aish Baladi 著名的 Egyptian bread 就是其中的代表。巴拉蒂意为传统的 Aish 则除了面包更有生命的意思，可见这玩意儿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多重要。从早到晚，这些骑车送饼的小伙子一直是埃及街头抢眼的风景。在乡下，做他的手艺则掌握在妇女手里。我第一次逛楼下早餐摊的时候，他们就用这饼一切为二给我做了份三明治，里头就是刚才那蚕豆糊，简称 fool， 配点咸菜辣椒，一共才10埃镑。这个摊我每次去，不是在炸薯条，就是在炸素丸子。是的，它属于中东常见的鹰嘴豆饼 falafel， 但在埃及它也是拿蚕豆做的，因此有另一个地道的名字，叫做 tameya。刚炸出来热热乎乎，每一口都酥脆喷香，而且一个只要1埃镑，我愿称之为白送。蘸上用柠檬或白醋调制的芝麻酱 tahina， 很难不好吃。它的绿色来源于香菜、欧芹、石螺，并且加了他们从古埃及就广泛使用的洋葱、蒜、孜然什么的来调味儿。实际上，在古埃及，他们的食材和香料非常的丰富，但是古埃及人能有这么多油来挥霍吗？咁就未必。那时候他们吃蚕豆还是煮成汤、煮成糊多一些。fool 其实就是那时候的吃法之一。现在它跟 tameya 同为埃及早餐的2大天王，每个摊总有点自己的调味方式，让它变得更好吃。在小有名气的早餐摊 fool， 算了，这个名我真不会读。他们加了孜然粉、辣椒粉、芝麻酱、酸辣汁儿和油，搭配的还挺好看。搅和起来你就尝尝吧，肯定出乎意料。这家真的是很会做生意啊！借着语言不通的契机，直接给我上了1、2、3、4、5、6、7、8、9、10个盘子。Do you want to say hi? Nina。这几位奥地利游客跟我一样，也是因为这家店的名气而来。坐落于开罗的 Garden City， 它确实有一个非常安静又漂亮的室外环境，除了太阳能把人晒死以外，还是蛮舒服的。热乎的蚕豆腐、洋葱茄子、刚炸的薯条、番茄拌奶酪、用香菜提味的沙拉、很辣的酸黄瓜、芝麻酱、炸蛋加孜然，当然也有素丸子，可是我没法再叫它丸子了，这是他们在手心用餐刀削下来的形状，非常的有个性。而这个饼呢，是比餐具更好用的餐具，最直接的就是撕一小块，或蘸，或捏，反正我看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吃的。但是它既然是空心的，很多人还是愿意简单塞点什么东西，尤其是薯条，还有薯片，搭配蔬菜和酱汁儿，做成古今合璧的埃及夹馍。很多赶路的学生都这么点，我这种无业游民就可以不慌不忙给自己做个顶配的，还真的是难得的奢侈。Because they got famous. Also because they have a nice place. Usually we go to another place, but you have the big street next to you. It's very loud. Oh yes, this place is quiet, yes, peaceful. And they are the only one in whole Garden City, so they also don't have very someone to challenge them. But who's this guy though? This guy?
在开罗能这样闹中取静，享受树荫下的美食，你必须付出一点代价。就说这塔梅呀，一盘5个要了我30埃镑，是上一家的6倍，最后一整桌收了250，很难不让人觉得跟我没长一张埃及脸有关系。正如天天打车也会想坐摩托，天天吃同样的埃及大饼，就算古埃及人也会乏味，不是？实际上，在3000多年前的新王国时期，他们有几10种款式的面包和饼，除了当主食吃，还有一些专供祭神，比如冥王奥西里斯造型的，比如各种动物造型的，在拮据的时候可以代替肉类放到祭坛上，期盼神明不要不识抬举。再比如一种加了酥油的千层大饼 fatir mashalted， 简称 fatir， 一直流传至今。它曾是神庙的常客，现在作为偶尔的早餐相对冷门。它的原始配方是从第18王朝的一位贵族列赫米伦墓中发现的。是的，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把配方刻在坟墓里？除非他真的超爱吃。不瞒你说，我也超爱吃，我从来都抵御不住酥油的香气。就是这个制作手法吧，有点似曾相识。不喊它一声硬，埃及飞饼，我真的会浑身难受。哎，谁在这乱放歌？调皮。不过这只带点表演性质罢了，自己做的话怎么弄都成，只要能把面皮抻到足够薄就 OK， 然后一层层抹上酥油叠起来。外面卖的尺寸都比较大，我点的是小号，他们还是用了整整3张饼皮来做，每张都飞到半透明的地步，一边折叠一边淋酥油，3张层层包裹，成为一整张大饼，高温烤制。这个小店是连锁店，在尼罗河上的扎马雷克岛上，专卖各种口味的 fatir。据说它跟古埃及出土的配方基本一致，唯一的不同是古时候还会在里头抹上蜂蜜，现在蜂蜜成了单独选配的蘸料，不爱蘸蜂蜜的也有很多其他选择，光是奶酪这种1个礼拜不重样。像是他们家就有3种奶酪 ，White、Old 和 Mish。其中第一种味道香浓，咸咸的，就着饼吃就正好了。后2种则相当的重口味，不管颜色还是质地，都流露着一种闲人免尝的暗示。有多重口味呢？搁到嘴里，我以为我在吃过期的酱豆腐。Mish 奶酪能一路追溯到古埃及，在5000年前的法老荷尔阿哈的墓中就发现了它和做它的容器，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需要一份传说中的 Karish 奶酪。这是我专门托当地朋友买来给我的。其实它本身已经很好吃了，由发酵脱脂的牛奶直接压榨而成，清淡柔和，微酸，口感嫩嫩的。炫完这一整块也不咸不腻。但在埃及的酷热中，尤其在没有冷藏条件的古埃及，这种新鲜奶酪随便放就坏了。于是他们就把吃不完的塞进陶罐中，用大量的盐和孜然之类的香料来腌制。最后的成果除了入口浓烈的酱豆腐味，根据配料的不同，也会带有不同的风味。我专门拿来朋友买的另一款做比较，这里面肉眼可见有放辣椒，而且更咸，劝退程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因为辣椒原产自美洲，古埃及人自然是无福消受的，倒也不是说加辣椒就变多好吃的意思。总之，幸亏有这些热情可爱的店员。This black honey are free. Give for free? Thank you, sir. 和同样可爱还帮我摆桌子的外卖小哥，我才能全程心情愉悦。吃完之后你会需要非常多的水，因为是小店儿，只有门口3-4张小桌子，比较适合打包带走，外送也是相当火爆。而如果想坐在一个惬意宽敞的环境慢慢享用，埃及兄弟白宇带我去的 Dina Farms 绝对是不二之选。它也有些分店，我们去的那间很大，上到2楼又宽敞又明亮，空气中弥漫着类似披萨的味道。刚才没说，不管是前面那家还是这一家 fatir 都是可以加肉加马苏里拉做成埃及披萨的，也可以加巧克力酱之类的甜馅儿，反正有很多搭配。不过我们还是选择了没有馅儿、纯粹酥油香的原版，并且升级的最大号。结果我们俩人都没吃完一半。现在听它有多脆吧？他们提供的奶酪跟前面那家完全不一样，分别是偏硬、偏咸，不过很好吃。吃起来很像酸奶。与胸上的这款呢，在当地叫做 Black Honey， 其实并不是 honey， 是糖蜜 molasses， 吃起来有很浓的独特风味，类似红糖浆那种。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拿来蘸着吃的。真正的蜂蜜在这儿则叫做 White Honey， 味道我就不废话了。宇兄还教了我一个地道吃法，就是同时蘸奶油和糖蜜，获得双倍快乐。哇！Which is your favorite? Real honey. White or light? White, right?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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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t's not. It's actually yellow.
反正就是 Dana Farms 的每一款蘸料我都蛮喜欢，而且他们还自己生产多种饮料，在埃及很有名的。我在路边小卖部就买过他们的石榴汁儿和椰枣牛奶，一瓶招牌的咖啡奶昔也只要14.5埃镑，用他们自己的牧场产的牛奶，喝到就是赚到。好了，早餐就讲到这儿。莫斯科系列还在制作中，埃及系列也有更多视频会慢慢出，大家稍安勿躁。你们的3连就是最有力的催更，下期见。